樵夫摸了一下旁边的柴担，若有所思，问道：火的功用胜于木柴，这道理我可明白了，但我有个疑问，若要燃烧物体，是否非得有柴薪助燃不可呢？渔夫微微一笑，回道：柴乃是火之实体，而火则是柴之功用。火无实体，须依附柴方能显现其形，柴若无火烧，其用亦不得彰显。故而世间凡有实体之物，皆可被火点燃，此乃火之本性也。樵夫闻言，眼中金光一闪，复又问道：那水呢？水可有实体吗？渔夫点头道：水乃万物之源，形态万千，故有其体。樵夫追问：既如此，火能燃水吗？渔夫微微一笑，解释道：问得好，火之本性为用，遇物即焚，却难随水流转，故遇水则熄。水之本性为体，柔中带刚，能随行就事，包容万物，不畏火势。遇火后其体仍在，只是受热而温，故世间有温泉而无寒火，此乃水火相吸，自然之理也。樵夫听后若有所思，再问道：火之本性源于其用，那它是否也有实体呢？渔夫沉吟片刻，道：火之妙，在于用而非体。火以用为本，以体为末，故火动而不息。水则以体为本，以用为末，故水静而深邃。由此观之，火亦有体，水亦有用，二者相辅相成，既能相济，又能相息。此理非水火独有，天下万物皆循此道。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运用，方能得其精髓，悟透世间万物之理也。那樵夫再问道：请教兄台，这用的道理，能跟我这粗人再详细讲解一下吗？渔夫微微一笑，抚须而道：能心领神会的，是万物的本性；能用言语表达的，是万物的情状；能用形象描绘的，是万物的形态；能用数字衡量的，是万物的实体。而这用呢，就是那贯穿万物、妙不可言的存在，只能用心去意会，却难以言传。樵夫闻言，面露疑惑，既说是难以言传，那兄台，您又是如何得知此等玄妙的呢？渔夫摇摇头，笑道：老夫所得之道，却非言语所能尽述。非但老夫不能，即便是那古往今来的圣贤，亦难以用语言传述。道在乎物，而非说。樵夫更是不解，既如此，那六经所载，不都是圣人之言吗？怎会说不能传呢？渔夫悠然答道：六经乃圣人应时之作，适时而言，言尽则止，非道之全部也。时机到了，自然有言；时机未到，又何须多言？樵夫听后恍然大悟，赞叹道：原来如此，天地之大道，尽在于人，万物之规律，皆藏于身，而那无穷之妙理，更是凝聚于心神之间。如此，天下之事，已尽在掌握，何须再费思量？我今日得遇先生，方知心行合一之道，
实乃人生之大智慧。若非亲临教诲，怕是要在迷途中徘徊许久矣。说罢，樵夫劈柴生火，烹饪那条刚捕捞的鲜鱼。饱餐一顿后，更是兴致勃勃地探讨起易经的奥秘来，仿佛世间万物皆在这方寸之间得以洞悉。两人吃过那美味的烤鱼后，一渔一樵便漫步于伊水之畔。渔夫望着满目葱茏，鱼跃鸢飞，不禁感慨万千。这世间万物何其繁盛，熙熙攘攘，却井然有序，无一丝杂乱。我仿佛悟透了，游弋于天地之间，只要心中无碍，与万物融为一体，便可随心所欲，无心而至。这番领悟，若非与你分享，又有谁能理解这份超脱呢？樵夫闻言，好奇心起，忙问道：请教兄台，如何才能做到无心而至呢？渔夫微笑道：所谓无心，便是无刻意之意，心中无念，则万物与我同在，不将自我置于万物之外，方能真正领悟万物之道。樵夫又问：何为我，何为物？此两者如何区分呢？渔夫沉吟片刻，缓缓答道：若我一味追求外物，那么我便沦为了物的一部分；反之，若物顺从于我，那么物亦成了我的延伸。当我与物同为一体，心意便豁然开朗。你看，天地不过也是万物之一，何必执着于天地之名？万物同样可视为天地，又何须在意万物之别呢？万物即我，我又何尝不是万物？在这广阔的天地中，何物不能成为我？我又何尝不能成为物？达到此境界，便可主宰天地，通晓鬼神。何况那人间琐事，区区外物呢？这一席话如同晨钟暮鼓，令樵夫恍然大悟。二人相视一笑，继续漫步于伊水之滨，感受着天地万物的和谐共生。